身高是颜值的加分项，父母都希望孩子的个子长得高一点。其实父母只要掌握8个长高知识点，做到科学管理孩子的身高，女儿长到1.65米，儿子长到1.8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嗨，大家好，我是美妈很帅，欢迎来到我的育儿频道。这期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父母必须要掌握的8个长高知识点。一条视频就囊括了所有的长高要点，相信我，你看完了肯定会有收获的。第一个，把身高，把身高就是用父母的平均身高来预测孩子成年后的身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把身高公式计算。我国满18周岁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72.7厘米，满18周岁的女性平均身高是160.6厘米。公式里面的12厘米指的是成年男女平均身高的差值，孩子的遗传身高平均值在上下6.5厘米之间浮动是遗传身高的正常范围。比如爸爸身高1.73米，妈妈身高1.6米，那么女儿小慧的遗传身高在1.54米到1.67米之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浮动的范围还是蛮大的，所以想要孩子超过遗传身高，父母还是要认真监测和管理身高的。第二个，身高体重百位数，很多人拿到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百位数值表都不知道里面的身高数值是什么意思。当阿鲁蒂其实是指孩子的身高在100个正常孩子的倒数第3名，10th 是倒数第10名，25th 是倒数25名，50th 是中等水平，70th 是100个正常孩子的前25名，90th 是前10名，97th 是前3名。从这2张数值表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孩子的身高在同龄孩子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还能从中看出孩子是什么样的身材。如果是粗壮型，那么孩子身高早长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粗壮型，建议看我之前发布的这条视频。如果你想要这2份高清数值表，也可以留言扣1向我索取。第3个，骨龄，孩子长高时间的长短，关键是看骨龄。一般来说，女孩子骨龄达到14岁，男孩达到16岁，骨龄就不再长了。而且骨龄长得越快，孩子身高越容易提前停止发育，所以建议孩子满3岁之后，每年带他去拍手骨片，评估一下骨龄。如果骨龄大于实质年龄，多半是身高早长了；要是骨龄小于实质年龄2岁以上，个头也比较矮，那说明孩子生长迟缓了。这些情况我们都要及时进行干预的。第4，掌握科学量身高的方法。有粉丝说，孩子半个月前身高就100厘米了，这半个月不长也罢，还矮了1公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家长月初的时候是在早上给孩子量身高的，而到了月末却在晚上测量。量身高建议固定时间测量，如果你习惯在早上量，就固定在早上量，因为孩子的足弓高度、脊柱长度和弯曲度在白天活动的过程中，会因为地心引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早上脊柱处于放松状态，足弓也相对比较高，所以测量出来的身高会比晚上高1公分左右。如果你是去年4月2号量的，那么今年也要4月2号量，这样测量出来的数据刚好是1年的增高数据。身高测量好之后，用一个专门的本子记录好，写上孩子的月龄或者年龄、测量日期和测量数值。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孩子的身高动态，方便后续跟踪管理。第5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时间，想要孩子长得高，就要保证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所以请记住这几个时间节点，一个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和凌晨2点到早上7点，这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时段。另一个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和早上的6点左右，这是分泌峰值最高的时段。在晚上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就达到了总量的90%，所以尽量让孩子在晚上10点之前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第6个，生长加速期，长高不是以同等的速度增长的，而是瞅准一个节点，蹭蹭蹭的往上涨的。长高有3个加速期，一个是3岁之前，一个是儿童期，一个是青春期。
其中0到3岁和青春期长高的速度最快，儿童期是长高的平台期，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长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表格里面的生长速率，看一下孩子的身高增长是不是处于正常范围。第7个助高运动，身高主要由头颅高度、脊柱的长度和弯曲度、下肌的长度，还有足弓的高度这4部分的骨骼决定的。所以要选一些能够给成长板和脊柱带来适当刺激的运动。成长板一般都分布在下肌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这些部位，所以平时我们可以让孩子多骑自行车呀、踢毽子呀、游泳啊、跳绳啊、打篮球啊等等，也可以让孩子做体操，提高他脊柱的柔韧性，增强骨质，提高他的骨密度。第8个，情绪会影响长高。父母会关心孩子的成绩，关心孩子有没有吃饱穿暖，但很少人会关注到他的情绪。其实不良情绪会妨碍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影响营养的吸收和睡眠，这些都不利于长高。所以我们要从小教会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提高他们的抗挫能力。在学习方面也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也不要经常打骂和贬损孩子，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在做身高管理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留言非常深刻，因为他女儿已经来月经了，身高才长到1.43米，骨龄还超前了1.9岁。医生说女孩子成年后的身高可能还长不到1.55米。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不怎么长个了，才想起去关注孩子的身高，结果发现孩子的骨骺线已经闭合了，成长板已经消失了，徒留一声叹息啊！所以想要孩子长大后的身高超过遗传身高，就要好好的把握刚才所说的8个长高知识点，好好的监测孩子的身高动态。一旦发现偏离正常水平，就要及时干预，尽可能拉长孩子的长高时间线。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见吧，拜拜。